我们第一批货就是女装六角形的内裤，来买的都是安迪嘛。对啊女装内裤，安迪说迪亚，我穿几号？你会再填写一样的歌词吗？你当我白痴啊？一个人犯错没有关系，犯同样的错你就是白痴了。全听你说。在1996年的时候，你那时候还在边缘，还在那18年内发疯哦。我就不唱歌，去做传销，也没问清楚。那个时候在一个金字塔法令下是不行的。那我就听人家说，我们这间公司可以。那可以啊，我就做，而且做得很大，做到一间公司的总裁，每个月收入有4万块以上。哇，4万，OK，结果就出事了。它也算是一个法律案件吗？就一个它不是一个刑事法，就是没有留案底的，它是你触犯了商业法令，商业法令，这又是我人生一个很无知，没有查清楚就贸贸然去做的一个事情。我的父母亲对我们的教育是很严厉的，不准讲粗话，校服不可以肮脏，要好好做人，不可以犯法。所以那一次我触犯那个商业条例，我真的我受很大的伤害，我觉得我成了一个犯人，好像，报纸登，然后好像无脸见人了，我就很担心会坐牢。可后来还好，就罚钱了事，所以那一个给我很大很大的教训，所以让你对人性也特别的失望。对，发生事情前跟后，这个人性完全不一样。没事发生的时候，哇，发生了，都逃掉了，都把罪名推到你身上，很可怕，睁眼说瞎话。所以那个时候，在1996年发生这样的事情，还好度过了那个第2次的那个危机。你知道我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因为我退出歌坛了3年，做这个传销，我怎么回来歌坛的？我降价你唯一要开始振作起来，就是知道再贬低一次自己。对，你要回来，你要高姿态还涨价，或者拿回原价，你就吃亏一点嘛，然后慢慢再升回去，是吧？所以建明大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名言，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认同的，就是一个人的选择是大于努力，大于努力，就是选择重要过努力，抉择是大于努力。你们自己去细细品尝这一句话哦。就是你毫无目标，或者是你选择错误，而像牛一样漫无目的的努力是没有用的。要先有智慧去选择对了，你才去努力。对，所以千万不要埋头苦干，要时不时抬头看一看。你懂吗？很多人一辈子就要埋头苦干，对，周围的环境他看都不看，所以最后撞墙，是方向不对，你的努力是白费的。你会有这样的人生哲学，也是因为你做错过太多错的选择。对，这个亏也的确是吃的太多了。接近那18年的那2年我的要回来电视台的那个意愿呢，越来越强烈。每个礼拜要在家里看《搞笑行动》，我看到我的晚辈梁志强导演，他是在我后面嘛，他比我年轻嘛。你跟他的渊源是从在以前你在我那个时候我是在电视台，那时候毛伟老师还没有来，我是电视台演员训练班的导师。你知道吗？朱厚任也是我的学生，张永全，我毛伟老师是我的老师嘞，你还是毛老师前，哇，真的资历太深了。毛老师还没有来之前，我就是猴子称大王。志强大哥是你在后比较后面的那个时候，歌剧院我把他带进去，我带他去印尼登台，因为他也是后期的文工团的嘛。对，他也是，我觉得他很不错，也很有鬼点子。所以当年你是他的恩师，这样啦？不敢讲恩师，就是说我有想到他引荐人歌剧院我也把他带进去。那1997还是98年，我就有那种很强烈的意愿想要回来电视，可怎么回？我找谁呢？后来我就看到梁志强呼风唤雨的人物，我就说，我签 J Team，
我就联络 Simon， 他的经理人呀。我说真的，然后他打给志强，第二天马上就找我，好，你要签多久？我说10年。那个时候算是一个能屈能伸的一个卧薪尝胆的一个我说10年了。因为再回过头啊，你变成志强大哥的那个员工，对我under他啊，所以我讲人呢真的是风水轮流转，你不要看清任何人，有一天他可能是你的 boss， 真的。今天国王就是我的 boss， 当年他跟着我真的，这一天派他跟着我是我的跟班我去表演的时候，所以我签了之后，那时候是2000年。你回去的时候，你觉得节奏上跟主持的慢了，技术上不同调了，对吗？慢了。现在我们就给建斌大哥来看一下，当年你回到这个跟志强大哥登台的，先是《欢乐巅峰》，你的话其实少之又少。欢迎收看我们的《欢乐巅峰6》。是的，新加坡的朋友，还有马来西亚的朋友。这个欢迎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是。那么看我们的节目，你发觉到我们发掘了很多的人才了啊！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你有人才，比如说长得像什么人，唱得像什么人的话，记得呢要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哈。我们今天呢也同样准备了哈，找到了好几位人才来这里给我们比赛。好，那首先呢，我们要介绍我们的灵魂人物，那就是我们的音乐老师。就是这样一个开场，甚至工作人员还有看到，就是你访问王心凌，你一句话都没有，插不进去。刚刚我们看你的这个风格，已经是很配合志强大哥的外形、讲话什么，你的建斌式的那个腔调都不见了。你进入这个环境，你必须要改变自己。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当老二会活得久一点，你懂吗？回来的时候，他们很红的，我已经脱离了18年了。哇！不能再犯错，再犯错出去就没有机会了。所以你要赶快抓回来，这是我的心态。所以我觉得建斌大哥就因为他的心态非常好，他在这个欢乐巅峰之后呢，自己也跟志强大哥还有李国煌，你自己就扮演了很多尝试很多的角色。他们叫我做什么我就做。有一个就是看到你揣摩了好多角色。不一样，对，这2个什么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哦，不一样，懂吗？你知道不一样吗？哎呦，好胖！我知道不一样，这个是墙，这个是厨，为什么不知道？最近有一个减肥官司，有没有？对，赔了90万，有没有？对，你打的，完全是良式的演法。你打奖干嘛？如果我打的，不是赔90万 ，OK？ 多少？起码赔900万。看到了刚才触目惊心的画面，使我心里产生了一个疑问：我忘了我演这些。这么多人过马路的时候，还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什么不用公路安全措施来过马路呢？搞笑新闻记者大头兵在1年发生了365宗车祸了案发现场为您报道。滚林呢是这个就影响大家很这个。我的话就说到这里了哈。这因为这个。你们还有什么塑胶袋吗？塑胶袋。学校老师很气我。我们这里那学生都在学，有老师有塑胶袋吗？放学的。事情要交代。事情交代。这个就是发挥到你的语言天分的时候了，你就开始highlight。如果是刚刚那些的话，就梁氏风格很强，语文掌握的话，你就又赢了。这个就获得最佳喜剧奖。是的，人生当中第一个被专业奖项认可的红星大奖的最佳喜剧演员。建斌大哥，搞笑行动。Marcus Chin。恭喜！我不知道我会得这个奖，因为我离开这个电视圈10多年，这次回来大概有2、3年的时间。那我的心情有点像，刚才我看到3位美丽的孕妇我现在的心情有点像一个高龄产妇。这个老蚌生珠，老来得子，老来得奖。我觉得建斌大哥更厉害的就是他以61岁的这个年龄再一次以主持人还有参赛者的身份参加了歌台新力量。哇！我看了之后，前面我会觉得他在干嘛？他在干嘛？可是到最后的时候，我眼睛是闪着泪光的，就很佩服你啊。其实首先要感谢电视台给了歌台艺人这么一个平台。当初制作组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好像是请陈志伟呈上名单，那里面没有我。你是主持人啊？
可能他们认为以我的资历应该可以做评判。为什么我会参加呢？我想挑战一下，或者肯定一下我的歌艺到什么程度，能不能跟现有的歌台艺人做一个比较。其实是一个生死战，怎么样？假设我出赛就，那就很难看。陈建斌平时说你歌唱得好，出赛就 out 了。对，那真的其实我没有这样想，我可能自己也有信心了，我一定会唱得好。而且我知道你为了要参加那样的比赛，也要身兼主持，还有你其他的工作，是练一首歌花了很长的时间。练歌对我们这个过了60岁的人来讲是，的确是，要花比较长的时间。那个时候你知道我唱很多，我这一生中我不认为我会唱的歌，《汪峰的春天里》，这都不是你的歌路，不是我的歌路，完全不是。然后那个韩红的《天亮了》，这哪里是我的歌路？但是制作组就是非常残忍的，他说你要尝试新的东西，你不要老是给我什么几时再回头，什么负心的人呢、我们不要啊。的确，你别忘了，这个不是一个单纯比赛，这还是个电视节目。电视节目它有它数字上的要求。那你那首歌，你花了多少时间去练习跟调大决赛的歌曲，天天练，而且比赛当天我提早2个小时到，我在那个台上走，你要怎么走，唱到这句要走哪里？你所有提早2个小时是你自己的 rehearsal 还是 with cam？ 没有 rehearsal 之前2个小时，你就自己我就来了，空走，空台，哇哦，自己在那边走，而且不太跟人家说话，从那一刻开始，一直到晚上的比赛，都把精神灌注，所以一比完我很累的，很累。好，在2018年的时候，建明大哥又再一次夺到了一个所有艺人都非常渴望能够得到，但是不一定能够得到的终身成就奖。我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高度。这个特别成就奖，给了我人生的高度。哇，很感人的一番话，而且提得很高，一下子云霄飞车这样嗖上去，从矮仔变成建明大哥，建明大哥都哥了啊！现在没有人叫我矮仔。OK， 我是觉得我会得到这个奖，当然他有他的理由，我相信呢，是因为我勇于接受挑战，我的永不言败的这种精神，我想应该有多多少少感动了制作组。因为我也是乐龄的年龄，活跃乐龄是难能可贵了。因为很多人觉得我到乐龄我应该退休，但是对我来讲没有退休这2个字，我绝对会演到最后一天。然后建明大哥在不久之后呢，碰到了人生第3个转折点坎坷，也就是碰到了感情的一些挫折。对，我很佩服建明大哥，就是前一阵子到最近，可能到以后。很多人见到你就必须要提你曾经的那一段感情事情。走过必留痕迹，你做过的事必留标签嘛。有什么怕提呢？是吗？你的接受度真的很广，人家逢问你必答。因为当你一脱光了，他还有什么好问的？对，就这样而已嘛。好，如果建明大哥这么能够接受的话，我相信在节目中我还是非得谈一下下啦。可以啊。好，我知道你的接受度很广。我现在想要知道就是。事情怎么发生的？我就直截了当了。我跟你讲，为什么会曝光？有些事情就好像那个飞机的那种黑盒子是永远找不到的，你懂吗？但是因为有些事情，如果你要讲可能会伤害到某一些人。是。当然，我跟慕容英的感情那个时候情感上出了一些问题。那以琳她是我的听众嘛。那时候我去外面主持节目，他都来，就这样认识了，认识就交换电话，就经常有来往后来我就请他当我的助理，然后我们就这样开始。开始之后就胆子越来越大了，就一起去歌台。7月的时候很多记者的，就有些人就拍了这个照片。大家都说的都是带出国还是什么的，带团照片被传出来。带团是那个时候已经后期，大概在乱报的时候，已经后期了。是我的一时意气用事，觉得说，哎呀，豁出去了，死就死了，这样，光明正大了所以就因为我已经跟他发生了
我也得负责，对吧？而且后来有怀孕了，就事情就逐步就曝光了。第一张登出来之后，我有吓到，后来怎么样？就连续21天，你还记得21天对好，21天头条。我觉得我是一个犯错的人，这个事情我没有处理好，但是已经错了，怎么办呢？是吧？其实我离开慕容易，我没有快乐过呢。大家觉得啊，旧的去了，新的哇，很 happy 啊，是吧？没有，为什么？我离开的时候，我们已经生活了23年，所以当你离开的时候，那个感受才来。你睡不好，哎，他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几天没有联络，不习惯，不知道他怎么样。然后有一段时间他也没有电话来，因为当然他不理我了，那时候他在气头上，1、2个月没有消息。我叫我一个朋友载我去旧家，然后在门口看那个百叶窗的缝里面看。他有没有发生事情？我想很多，你懂吗？我偷偷跑去看，看到里面有灯光，啊，放心了，没事。你就像是一个做错事的一个无赖的小孩。因为跟他生活了20多年，然后说分离，这是第一次，所以才知道那个感受原来是这样的，很不好受，因为他没错嘛。在后续。还要面对上法庭，对民事法庭，因为他要求我给他赡养费，我请了一个律师，我跟律师说，不要打，我们就配合就好。那个律师这样配合，他要什么给他文件。那为什么非打不可呢？不是因为我一定要找个律师去回应，是吧？法庭的程序我又不会。所以就这样，最后法官啪4000，当然每个月要给4000元，是给啊，也给了10多年了。你在2个感情的衔接点的时候，我有看过建斌大哥，你那时候很辛苦，就是还住在马来西亚，住在 JB。哇，我跟你讲，住马来西亚那段日子苦不堪言呢。我不是说跟他母女生活苦不堪言，不是。我的作息时间，对，我4点钟要起来，4点半有一部车载我东帮人家的车，他们也是马来西亚人出来工作，然后去到关卡大概5点左右塞一下车，他们是到 Clementi 就把我放下，到 Clementi 大概6点出，因为我7点要上班，6点出我要坐 taxi 然后到电台，做完了10点我要坐 taxi。到Woodland关卡，然后走过去，到了对面，过了关卡，坐 taxi 不是回家回去歌唱学院。我开了一间歌唱学院，不知道哪里痒脚底痒还是头皮痒去开一个歌唱学院。12点上课，上到晚上7点，然后依琳就来接我，然后去吃一点东西，回到家9点。还没有这么早睡，10点多11点睡，第2天4点起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2年多我老了10岁，真的，那个2年半的坚持是很心力交瘁的嘞，因为负责还有当初的激情跟爱情，但是人家也会有祝福的，想说为什么不能一起幸福到最后？年龄差距太大，真的是有问题的。我们差32岁。我不能说每一个但是应该大部分思维有差距，精神体力是。我们分开的时候就搬回来新加坡，从头开始。我回来的时候，银行户口是60多岁了，2段关系都没了。真的很戏剧化。离开的时候就是拿着皮箱，你什么了没都没了，而且是晚上的7、8点，那个时候离开的心情，过关卡，什么都没有。银行也没钱，回来怎么样开始？有潸然落泪吗？真的觉得完蛋，真的完蛋。有自己为什么这个年龄落到这个地步？为什么？谁？怪谁？是吗？有什么好怪？没有的好怪。
眼泪擦擦，从头再起了。你回来住哪里？我有一个好朋友，不错的，他有一个空房，就跟他租个房子，就暂时住下。所以在那个时候，你的心情是不能讲、没得讲、也不敢讲。对呀，跟谁讲？压力很大吧？觉得看戏的人一定很多了。对，大家都在活该，就2个字送给你。你让你在那段时间，你冷静了多长的时间，事情才慢慢知道曝光，去面对？不容易的，可能有整年的时间呢，那个心情啊，呀，都回复不来。可是我们知道的就是你并没有离婚，最终还是没有跟前妻真正的离婚。我一直不敢跟他提了，因为有时候怕刺激到了，啊，呀，所以就 hang 在那边。有些东西不要解决，那就是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哇，呀，你如果硬要去解决它，可能又会有人受伤。所以我没有勇气讲出那一句话。那孩子之间呢？就是你看，因为疫情一离开就1、2年，他就在这段时间就长大了。我跟你讲，包括孩子，我都看得很淡。我能跟你视讯 ，hello 啊，我忙我的。我能见面，如果他可以出来见面吃个饭啊，呀，我知道他没事就好了。感情好不好？说真感的，因为情当然会生疏，对不对？你说感情好是骗人，这样久都没有见到面，这个视频怎么会好？然后在每个月当中，你还是付给4000块的，负责，孩子的费用有给，也是2000多，1000块。这一个月你光要给你这2段情债啊，就要最少要5000块左右的一个5000两银子，不容易耶。还好了，我这10多年来都没有出过问题。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让你到目前为止，建明大哥还没有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是。你住在哪里现在？还是租一个房间。所以你就一个人独居。对。我不能说省吃俭用，但是不能大笔的开销，最少一个月5000块就要给对，那我的车费也要1000多，那房租呢？2个加起来不要2、3千。这个是很有压力的一种赚钱方法。是。因为建明大哥他的生活是一刻都停不下来的。对。所以有一个时候我就有点慌嘛，就疫情来的第1个月嘛，那时候刚972就说，因为我是怕台门嘛，所以你暂时停1个月，先别来，我们观察一下。呀，那时候黄金年华也停止录影，所以那1个月歌台也停。哇，3停3台都停，所以就零收入你了嘛。那1个月你说我慌不慌？抱歉啊，你有没有储蓄？有，当然有了。小储蓄。那我就要从储蓄拿来去垫嘛，是吧？第2个月开始就比较好了，电视节目也回来，电台也回来了，然后歌台是没有了，然后我就开始成立自己的直播室。其实人生呢，起点跟终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转折点。来到一个转折点，你把握得住，你就腾云直上。所以什么叫转折点呢？比如说一个转变，好像现在疫情来了，这就是个转变。这来到一个转折点了，线下通通不能做，那你怎么办？对不对？难道你还是要等线下吗？等到何年何月何日就转了线上了，对不对？是吧？改变了你的商业行为，你的联络方式，所以来到转折点，就看你成不成功。危机就是转机，转机之后有商机。有了商机，你就可以搭飞机。就可以搭飞机。我自己也觉得，人这一生当中一定会碰到很多坎坎坷坷，很多的磨难。可是经过磨难跟怎么样从磨难中爬起来都不重要，最重要是在磨难中你还可以微笑奔跑的人，才是对自己最狠的人。那你一定可以看到前途的光明。那建明大哥，你人生有碰到过这么多的一些转折点啊，一些起起伏伏，那么多的跌倒，我觉得你应该在这边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就是人生碰到问题的态度，或者是碰到坎坷。现在很多时下年轻人碰到否定，碰到问题，碰到一些坎坷，他们可能不能像你一样做正确的选择再去努力，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当然，做什么都要学先做人。做事也是这样，是吧？人做好了，做事就会成功。但是要做人成功，谈何容易？对，
你不要对一个年轻小伙子说，哎呀，这做人不成功，他还年轻吗？很多事都还没有经历过，我们不能去怪责他。以我为例子也是啊，我年轻做很多糊涂事，现在我一大堆理论也是因为年轻我经过了，所以我赶快跟你们分享，说你不要再这样呀。所以说，我觉得年轻人最重要的是不要发脾气，什么事情都好，不要发脾气，因为一发脾气就什么事情都砸了。建斌大哥，你有想过人生当中会退休吗？有，如果5000块你帮我付的话，我马上退休。太可爱了他。礼物，小小的礼物要送给建斌大哥，就是给你自己打开来，谢谢九边哥。这是5000块。没有，这个不是5000块，这个是让你可以赚5000块的东西。这个你要打开来看。你胆子小，我们不会吓你的。直播3宝，哇，太棒了！灯光、脚架、麦克风，这是我赚钱的工具。所以希望建斌大哥的这个网络直播也能够做的真的红红火火。对，谢谢制作组这么用心了，送我这个我可以马上就用到的。真的，我刚刚下午已经 testing 那个麦 ，perfect。OK 哈，再次的谢谢建斌大哥这些年来真的对我们新加坡演艺界贡献了很多笑料跟很多的感动。而今天呢，真的是我唯一的一场，我觉得我在听课。多过主持，你讲的每一句话啊，都深深的打动到我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这一场的访问是值千金值万银，不敢，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所以我希望建斌大哥能够如你所说的啊，我们都要跟你学习，要如何永不言败，就是永葆初心。对当初的演艺圈的那一颗初心，希望你真的不要退休。不敢当，我还在学习啊。谢谢建斌大哥，谢谢。哦，看到很美。我跟你讲，我帮你，我自己来录。很美哎，我来录一个看看。建斌大哥，谢谢你来上我们的全听你说，希望我们制作组送给你的这个直播3宝你会喜欢，谢谢你们，谢谢。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全听你说加料版。